天想跟大家聊一個很多人都會問的問題：PU 防水到底要不要做面漆呢？有一些師傅說一定要做，有一些說不用，甚至有業主覺得防水層都已經做了，為什麼還要再多一道面漆？這次我們特別做了一個實驗，我們把2組材料放在屋頂上進行3個月的耐候測試，再與未做耐候測試的材料進行物性的比較。測試組別分為2種 ：A. PU 防水材 ，B. PU 防水材加面漆。接着我们來看一下我們數據的結果。PU 防水材未做面漆的未經耐候測試，平均抗拉強度為 16.37， 平均伸長率為465%。經過耐候測試，平均抗拉強度為 12.58， 平均伸長率為465%。兩者抗拉強度下降了23%，伸長率幾乎不變。而抗拉強度降低是因為紫外線會破壞 PU 分子中的化學鍵，造成輕微的降解，導致整體的承載能力降低。但由於 PU 的彈性還沒有嚴重的破壞，所以整體的延展性仍能維持。PU 防水材加面漆未經耐候測試，平均抗拉強度為 19.93， 平均伸長率為 135%。經過耐候測試平均抗拉強度為 8.28， 平均伸長率為 162%。兩者抗拉強度下降 58%， 伸長率增加了 27%。这時候很多人的第一個反應會是不是面漆根本沒用？其實不一定。當 PU 表層多了一層面漆後我們測試的就不再只是 PU 本身了，而是整個複合系統 PU 防水材加面漆加兩者之間的界面，抗拉數據變差，未必代表 PU 本體真的變差了，而是有可能整個系統在受力時更早失效，衰退明顯。通常代表以下有3種常見的狀況：PU 太硬 ，PU 本來彈性很好，能隨着基面一起伸縮，但如果面漆太硬，伸長率不足，受到拉伸時面漆層可能會先撐不住，造成應力集中，整體可能會提早斷裂。PU 和面漆不相容，兩者雖然表面連在一起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老化曝曬，兩者間的界面慢慢的變弱，拉伸時界面先失效，導致整體的抗拉表現快速的下降。PU 本身先老化脆化，若面漆的耐候性不足，它在長時間曝曬後可能會先出現失光、粉化，產生細裂紋、脆化。這些裂紋在抗拉的測試當中就會變成它一個破壞的起點。針對實驗數據發生下滑狀況，施作上有2種方式可以有效的解決。PU 防水層做厚一點，建議將 PU 防水層的厚度施作在3 mm 至5 mm， 讓 PU 防水層與面漆的厚度比拉開。PU 防水層與面漆的厚度比建議可控制在1/10以上，這樣面漆對 PU 的影響就會大幅的減小，使 PU 的彈性優勢會充分的得以發揮。PU 面漆薄擦，因大多數的 PU 面漆質地較硬，如果一次塗得太厚容易大面積產生龜裂。採取薄擦，既能達到表面的保護與耐候的效果，又能減少對底層 PU 延展性的限制。面漆在 PU 防水中真正的價值在於提供表面保護，而非增強 PU 本身的延展性。其優缺點如下：優點提升耐候性，這是最大的優點。PU 通常比較怕紫外線、雨淋、熱脹冷縮、長期曝曬，加了面漆後能幫忙抵擋外界的破壞，能延緩黃化、粉化、失去光澤、脆化、龜裂。也就是說，面漆有助於延長 PU 表面的使用壽命。降低 PU 老化速度，真正負責防水的是底下那層 PU 防水面漆，像是一層保護罩，先被消耗的是面漆層，而不是 PU 的本體。
即使經過一段時間的曝曬啊，有施作面漆的表面啊，能保持色澤鮮亮，表面乾淨，幾乎沒有明顯的水漬啊、髒污的累積。而未施作面漆的表面則明顯顏色暗淡，累積了較多灰塵與水痕。這證明面漆啊能有效的延緩 PU 表面的老化，讓整體外觀啊維持更久。3. 增加表面耐磨性。面漆能提高表面的耐磨耗能力，尤其是在屋頂、陽台、維修人員常踩踏的區域比較能減少表面摩擦而受損。不過要注意，一般的面漆只能提升表面的耐磨，不代表它可以當成重度的耐磨地坪去使用。4. 外表更美觀均勻。施作面漆後，表面色澤通常會更均勻，可呈現亮面或消光質感，提升整體的美感與完整度。5. 後續維護較方便。當面漆底層因老化而出現褪色，或者粉化或局部剝落時，可針對面漆進行修補或重新塗布，無需大規模的翻修底層的 PU， 有助於延長整體的防水使用年限。缺點1，成本會增加，多一道材料多一道工序，成本自然就会提高。2. 施工要求高，若底層的 PU 未完全乾燥表面有粉尘、油污，面漆的效果就会受到影響。3. 需定期保養。面漆並非永久性的保護層，其本身它也會老化、褪色、粉化、磨耗或局部的剝落，因此需定期的檢查及維護，以確保它的保護功能。4. 外觀可能率先劣化，有時候底層 PU 防水層功能完好，但面漆可能因為老化而出現褪色、花斑、色澤不均，導致外觀視覺效果不佳，容易被誤認為防水層它已經嚴重的損壞。今天的實驗結果強調了 PU 防水層與面漆在整個防水系統中扮演的互補的角色。PU 本體主要負責防水與延展性，確保了基面變形有良好的追隨能力；而面漆則主要提供表面的保護、耐候性，延長 PU 層的壽命及維持美觀。面漆並非可有可無，其效益取決於材料的合理搭配、界面穩定性及長期的耐候性能的綜合考量。一個成功的防水工程不應僅注重於完成時的表面效果，更應重視在長期日曬雨淋與老化作用下，能否持續穩定的其發揮應有的保護功能。如果你覺得這次影片對你有幫助，歡迎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我們會持續帶來更多實用的抓漏防水案例。感謝你的收看。